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围棋教学入门第6集，我是林恩的老师。今天要为大家讲的课程是找出弱点与修补弱点。我们先看一下这盘棋，目前盘面白棋围地较多，白棋只需要好好的把弱点修补好就稳赢了。反观黑棋必须要找出白棋的弱点，破坏白棋的地，要不然黑棋就输定了。轮到白棋下，实战中白棋急着下D9，把黑棋挡住，结果被黑棋找到白棋的弱点，黑棋下 F2 夹，这步棋一下，白棋就麻烦了。此时白如果下E3，黑E1，白 F3，黑 G2，白 H3，黑 H2，黑棋侵入白棋很多目。如果白棋想要把这颗黑棋吃掉，而下E1，黑棋E3，叫吃2白子，白E4年，黑F3年，白下方2子只剩2气，必然死掉。白棋同样吃大亏，黑棋反败为胜。其实当初白如果不去下 D9， 而是下F3， 弥补了弱点，黑棋无机可乘，白棋必然胜定。接下来这局棋，现在是白棋地比较多，轮到黑棋下，黑棋有机会反败为胜吗？如果轮到白棋下，黑棋又有弱点吗？给大家想个几秒钟。部分的朋友应该注意到了，如果黑棋先下，黑棋可下在 G2， 断吃白3子，这样右下角的白棋全军覆没，黑棋可以反败为胜。如果白棋先下，白棋可瞄准黑棋的弱点，下 F4， 断吃黑6子。黑棋如果E4年，白 F5， 可以吃黑棋8子，黑棋大败。假使说黑棋没弱点，轮到白棋下，白棋要怎么补右下角呢？此时白可以下 G1， 成为虎口，这样白棋就没问题了。接下来
要讲的是棋子的连接与切断。以这个盘面为例，左上角黑棋可下 A 位，连接自己，并冲断白棋棋子的联络。为何要这样做呢？因为黑棋下了 A 之后，黑棋3子共有6气，而2颗白子是被分开的，各有3气。这样的话，黑棋的气多，不容易死掉，并可攻击只有3气的白棋。反过来，如果让白棋下到 A 位置，那黑2子就难受了。像这种双方势力消长的必争点，不可错过。现在来看左下角，轮到黑棋先下。黑棋如果只单纯减少白棋的气，走 B， 那么白棋不管是 A 年或是 C 成为虎口，这个虎口也可以视为白棋整体连接，白棋就连接成功，外势变强了。外势是指一方的棋子在对方实地外围所组成的势力。所以黑棋先下应该直接下 A 位，断开白棋，这样白棋分为2块，只要 A 位置黑棋不死，白棋必然会遭受黑棋严厉的攻击。所以围棋有一句话说：“棋从断处生”，意思就是切断对方棋子后，就有很多继续攻击的机会，获取很大的利益。再看右上角，黑棋的棋形是有弱点的，轮到黑棋下，黑棋应该走 O17 或是 Q17 连接。如果下在别处，那么白 Q17 冲，黑 Q18 挡，白 P18 断。此时黑如果下 O18， 白 R18， 黑 P19 提取一子，白 S18 吃掉角2黑子。黑棋原来的角被白棋完全占据，黑棋不好。白 P18 断时，黑如R19， 白 O18， 黑 O19， 白 O17， 黑 P19， 这样
白棋外势十分强大，黑棋虽然勉强连接，但这块棋尚未活棋，黑棋将来必然苦战，所以当初黑棋还是得乖乖连接，避免被切断。接着看右下角，轮到黑棋先下，黑棋现在不能强硬走 R6， 封锁白棋。封锁就是让对方的棋子跑不出来，否则白 Q6 断，黑棋为了怕白棋走 O5 双叫吃，因此黑 O5 粘，白 R7， 黑 S6， 白 Q8 虎，就是虎口。黑棋两子被困，必然死掉。白棋实力很大，明显优势。这种情况，黑棋下了两手棋，是两步棋的意思，结果被困死掉。白棋下了两手棋，却是在围地，这样来回差距就很大了。所以当初黑棋还不如直接走 O5 粘，这样损失不会那么大。今天的课程就讲到这边，谢谢各位。谢谢您收看肥妈的影片，也非常欢迎您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部影片见。